全网都在说马斯克拿了8.5万亿美元的天价薪酬，但我翻完了整整172页的 SEC 文件，发现所有人都看错了。这根本不是发工资，这是一份把马斯克和特斯拉彻底绑死的卖身契，也是特斯拉未来10年唯一的被动执行路线图。今天这个视频，我会把这份合同里所有藏在小字里的陷阱、防作弊机制不可能完成的考核标准，还有马斯克和董事会之间那场没有说出口的控制权博弈，全部拆给你看。看完你会明白为什么说8.5万亿不是画大饼，而是一把悬在马斯克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你也会知道，作为普通投资者，接下来到底该看哪些数据才能不被市场情绪带偏，不被脉冲式的拉盘割韭菜。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份合同是马斯克为了给自己捞钱设的局，还是董事会为了逼他把 AI 和机器人做出来的无奈之举？你更站前者还是后者？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遇到有代表性的观点，后面也会专门拿出来聊。如果你也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想明白，先点个赞收藏一下，不然后面讲到那些反直觉的细节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反应不过来。很多人第一次看到8.5万亿这个数字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疯了吧？8.5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3个苹果公司的市值，相当于整个德国1年的 GDP。马斯克一个人拿这么多钱，这不是明摆着抢钱吗？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这份合同不是马斯克逼着董事会签的，反而是董事会主动提出来的。而且董事会在提案里写得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这份薪酬方案，马斯克很可能会离开特斯拉，去专注于他的其他公司。是不是听起来很离谱？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居然要开出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工资，才能留住自己的 CEO。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的特斯拉真的已经到了没有马斯克就不行的地步了吗？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先把这份合同的游戏规则讲清楚。很多人以为只要特斯拉的股价涨到某个位置，马斯克就能拿到钱，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这份合同的苛刻程度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份合同总共设置了12档解锁门槛，马斯克要想拿到全部的4亿股股票，必须一关一关的闯过去，而且每一关都有2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少一个都不行。第一个条件是市值门槛，从第一档的6500亿美元到最后一档的8.5万亿美元，每一档都比前一档高出大约7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特斯拉的市值要在现在的基础上翻12月5日倍，马斯克才能拿到全部的薪酬。但这还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它的防作弊机制。合同里明确规定，市值不是碰一下就算数的，必须是连续30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同时还要满足连续6个月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也达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马斯克根本不可能靠发一条推特或者发布一个利好消息来短期拉盘套现，哪怕他能把股价拉到天上去，只要撑不过6个月，就等于白搭。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这个双均线机制。很多散户总觉得马斯克会为了自己的薪酬故意在某个时间点拉盘，但这份合同直接把这条路堵死了。他必须让特斯拉的市值真正持续的涨上去，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空间。第二个条件是运营目标，每一档市值门槛都对应着一组必须完成的运营指标，包括4个产品指标和1个利润指标。也就是说，哪怕特斯拉的市值真的涨到了8.5万亿，但如果产品和利润没达标，马斯克还是1分钱都拿不到。这就很有意思了。以前的薪酬方案基本上都是只看市值的，董事会根本不管你是靠卖车赚的钱还是靠炒币赚的钱，只要股价涨了就行。但这次不一样，董事会明确告诉马斯克，我们不要虚的市值，我们要你拿出实打实的产品和利润。那这些运营目标具体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念几个，你就知道有多难了。利润指标方面，第一档要求特斯拉的 EBITDA 达到500亿美元，最后一档要求达到3200亿美元。产品指标方面，包括 FSD 的订阅用户数、Robotaxi 的运营车辆数、Optimus 的交付量，还有能源业务的营收。我们来对比一下2018年的那份薪酬方案，你就知道这次的难度到底有多大了。2018年的方案也是12档门槛，当时的第一档市值是1000亿美元，最后一档是6500亿美元。
而且当时只看市值，没有任何运营指标的要求。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马斯克提前完成了所有目标，拿到了全部的股权。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份合同太划算了，马斯克用自己的能力给股东带来了几十倍的回报。但这次呢，第一档门槛就已经是2018年的最后一档了，而且还要加上那么多苛刻的运营指标，相当于马斯克要在未来10年再创造12个现在的特斯拉。你可能会觉得马斯克那么厉害，说不定真的能做到。但问题来了，现在的特斯拉和2018年的特斯拉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公司了。2018年的特斯拉还处在高速增长期 ，Model 3刚刚量产，全球电动车市场几乎一片空白，特斯拉只要能把车造出来就能卖出去。那时候的增长是顺理成章的增长，但现在呢，全球电动车市场已经进入了红海阶段，比亚迪、理想、小鹏这些竞争对手一个个都虎视眈眈。特斯拉的传统卖车业务已经遇到了明显的瓶颈。2024年第一季度，特斯拉的全球交付量同比下降了近 10%， 这是特斯拉历史上首次出现季度交付量同比下滑。更麻烦的是，特斯拉现在的毛利率已经降到了 17% 左右，这是近5年来的最低水平。为了保住市场份额，特斯拉不得不一次次降价，但降价又会进一步压缩利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意味着马斯克已经不可能再靠传统卖车业务来完成这份薪酬方案的目标了，他必须找到新的增长点，而这个新的增长点就是 FSD Robotaxi 和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但你猜现在这些业务的进度怎么样？说出来你可能不信。FSD 现在的全球订阅渗透率只有 14% 左右，离马斯克说的要做到500万订阅用户还有非常大的差距。Robotaxi 就更不用说了，目前在全美特斯拉只投放了32辆 Robotaxi 进行测试，按照马斯克的计划，到2030年要投放100万辆 Robotaxi。那现在的进度是多少呢？ 0.003%，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目前还停留在实验室演示阶段，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机器人走路、搬东西的视频，离真正的量产落地还差得非常非常远。这里如果你没注意，后面就很容易被带偏。很多人觉得马斯克只要画个饼，股价就能涨。但这次不一样，合同里明确要求这些产品必须真正落地，必须产生实实在在的收入和利润。光靠讲故事已经没用了，更致命的冲突还在后面。这份合同要求特斯拉的 EBITDA 第一档就要达到50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特斯拉为了发展 FSD Robotaxi 和 Optimus， 每年的资本开支已经飙升到了2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涨。什么是资本开支？就是公司用来买设备、建工厂、搞研发的钱，这些钱是要从利润里扣的。也就是说，特斯拉要想达到500亿的 EBITDA 目标，就必须尽量减少资本开支，尽量压缩成本。但要想发展 AI 和机器人，又必须拼命烧钱，拼命增加资本开支，这根本就是一个死结。马斯克必须在短期利润和长期技术之间做出选择，没有中间路线。如果他选择保短期利润，那 AI 和机器人的研发进度就会放慢，最后一档的 8.5 万亿就永远不可能达到。如果他选择烧钱搞研发，那短期利润就会下滑，连第一档的500亿 EBITDA 都达不到，他还是1分钱都拿不到。这才是这份合同最精妙的地方。董事会用一份薪酬方案，逼着马斯克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能产生短期利润的业务上，同时又用最后那档 8.5 万亿的大饼吊着他继续投入长期技术。听起来好像很公平，对吧？但问题就出在它太公平了，公平到几乎没有任何容错空间。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计划就会全盘崩溃。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狠的条款，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如果马斯克在未来10年里因为任何原因离开特斯拉，不管是主动辞职还是被解雇，他都将失去所有未解锁的股权。更狠的是，就算他解锁了股权，也不能马上卖掉。合同里写得很清楚，解锁的股票要分 7.5 年到10年才能真正归属。也就是说，就算马斯克在2025年就完成了第一档目标，他也要等到2032年才能把这些股票全部卖掉。而且在这之前，他必须选定 CEO 接班人。也就是说，马斯克不仅要把未来10年的时间卖给特斯拉，还要亲手把自己的接班人培养出来，才能真正拿到这笔钱。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条款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震惊。这哪里是薪酬方案，这根本就是一份长达10年的劳动合同，而且还是一份没有底薪的劳动合同。没错，你没有听错，马斯克在未来10年里底薪是0，他没有任何工资，没有任何奖金，所有的收入都来自这份股权期权。如果他没达标，他不仅1分钱拿不到，还要自己掏腰包买这些期权。行权价是多少呢？334.09美元每股。也就是说，如果到时候特斯拉的股价低于这个数，那马斯克不仅白干10年，还要倒贴钱。这就很奇怪了，马斯克为什么要签这么一份近乎苛刻的合同？他完全可以去别的公司，或者专注于自己的 SpaceX 和 Neuralink。为什么要把自己绑在特斯拉这艘船上10年？这里真正奇怪的是，马斯克明明有很多选择，但他还是签了这份合同。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自己也相信，只有特斯拉才能给他实现自己梦想的平台。马斯克的终极梦想是火星移民，而火星移民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这些钱 SpaceX 自己赚不到， Neuralink 也赚不到，只有特斯拉有可能赚到。只有当特斯拉的市值真的达到8.5万亿美元的时候，马斯克才能有足够的钱去实现他的火星梦想。所以这份合同本质上是马斯克和特斯拉股东之间的一场世纪对赌。股东赌马斯克能在未来10年把 AI 和机器人做出来，把特斯拉带到一个新的高度。马斯克赌自己能做到这一切，然后用赚到的钱去实现自己的火星梦。这不是谁赢谁输的博弈，这是一场双向的绑架。股东离不开马斯克，因为没有马斯克，特斯拉的 AI 和机器人故事根本讲不下去。马斯克也离不开股东，因为没有特斯拉的资金和平台，他的火星梦永远只是一个梦。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们要不要跟着赌一把？我一直跟大家说，成年人的投资永远要先想好退路，再冲锋。就算你再看好一个方向，也要给自己留足够的安全边际。这份薪酬方案确实给特斯拉画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个未来的不确定性非常非常大。FSD 能不能真正落地？ Robotaxi 能不能商业化？ Optimus 能不能量产？这些都是未知数，而且市场现在已经把这个预期打得非常满了。特斯拉现在的市盈率已经超过了60倍，这意味着市场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很多年的增长。如果后面有任何一个环节不及预期，股价都会面临非常大的回调压力。所以接下来你不用听马斯克吹什么牛，也不用看媒体炒什么热点，你就盯着3个数据就够了。这3个数据就是判断特斯拉未来走势的最核心的观察坐标。第一个数据是特斯拉的市值能不能站稳6500亿美元，而且是30天和6个月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同时达标。这是第一档门槛，也是最基础的门槛。如果连这个都达不到，那后面的所有目标都不用谈了。第二个数据是 FSD 的订阅用户数能不能突破500万。FSD 是特斯拉所有新业务里最有可能先落地、先产生收入的一个。如果 FSD 的订阅数能起来，那特斯拉的估值逻辑就会彻底改变，从一个汽车公司变成一个软件公司。第三个数据是 Robotaxi 能不能在至少10个城市落地运营。Robotaxi 是特斯拉未来最大的想象空间。如果 Robotaxi 真的能商业化，那特斯拉的市值确实有可能达到几万亿美元。但如果一直停留在测试阶段，那这个故事就讲不下去了。只要这3个数据没到，所有的8.5万亿都只是空中楼阁。我们可以保持乐观，但一定要保持谨慎，不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压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上。其实说到底，这份合同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那个吓人的8.5万亿数字，而是它暴露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现在的商业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级英雄 CEO 的时代，一个公司的命运越来越和一个人的命运绑定在一起。没有乔布斯就没有现在的苹果，没有马斯克就没有现在的特斯拉。这些超级英雄 CEO 用自己的个人能力改变了整个行业的走向，也给股东带来了巨大的回报。但同时这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一旦这个超级英雄离开或者犯了错误，整个公司都会跟着遭殃。所以董事会才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马斯克绑在特斯拉这艘船上。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他们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影响力；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钱压在一个又一个超级英雄的身上。但我还是那句话，赚认知范围内的钱，哪怕慢一点，也要稳稳留在牌桌上。不要羡慕别人一夜暴富，也不要害怕错过所谓的机会。市场永远不缺机会，缺的是耐心和理性。如果你喜欢这种扒开表面看本质的硬核分析，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特斯拉的财报、FSD 的最新进展，还有更多科技公司背后的商业逻辑。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投资的决策，请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决定。